我想请你现在做一个动作，把你的双手摊开，放在面前，好好看一看它们，看看掌心，看看手背，看看那些或深或浅的纹路，看看那几根若隐若现的青筋，看看那些岁月留下的斑点，看看指节上因为常年操劳而磨出的那一层厚茧，然后问问自己，你喜欢自己这双手吗？我猜很多朋友的答案是摇头，尤其是那些操劳了半生的女性朋友，年轻的时候也曾经有过一双细嫩柔滑的手，但几十年下来，洗碗、做饭、带孩子、照顾老人，搬搬抬抬，为家为业，不停地忙碌，那双手早就不是当年的模样了，粗糙了，起茧了，青筋开始浮起来了，老年斑也悄悄地爬上来了。每次看到别人保养的白皙细嫩的手，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口的失落，觉得这双手配不上自己。但是今天我要郑重地告诉你，你完全错了。那双你嫌弃的手，那双粗糙的青筋暴起的长满老茧的手，在老祖宗的智慧里有一个让人热泪盈眶的名字，叫做慈悲手。那不是岁月的惩罚，那是你前半生替家人挡劫，积攒阴德的铁证。那不是你人生的遗憾，那是老天爷为你保存的最完整的一份功德账。今天这一期，我们要把这个被所有人误读了一辈子的身体密码彻底讲清楚，讲透彻。如果你还没有订阅国学进化论，请现在就点一下订阅按钮，打开小铃铛。这个频道不说让你焦虑的废话，只说真正能让你在下半生走得有尊严、有底气的智慧。我们在这里等着你一起参悟。好，我们正式开始。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手从来不只是一个身体器官，手是一个人与这个世界之间最直接的连接。你用手创造，用手付出，用手保护，用手给予，你这一生做过的所有事情，扛过的所有重担，给予过的所有爱，全部都刻在你的手上。所以古人说，手是人的第二张脸，脸呈现的是你的天生命格，手呈现的是你后天走过的人生路径，是你用行动书写出来的命运篇章。在传统相学里，看一个人的手，要看三样东西：看手的纹路，看手的质地，看手的气色。每一样都在无声地诉说这个人一生的因果积累与晚年走向。现在我想先请屏幕前的你再看一眼自己的手，然后在评论区告诉我，你觉得你的手是岁月留痕的操劳手，还是保养得宜的细腻手？不需要评判哪个好哪个不好，只是如实说出你看到的样子。让我看看我们频道里有多少朋友和我一样，拥有一双被岁月刻满故事的手。好，现在我们走进正题。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手上3种最常见的、最容易让中年人感到困扰和自卑的特征，以及这3种特征背后老祖宗留给我们的那个震撼人心的因果真相。第一种特征，青筋暴起，这大概是让中年人最介意的一种手部变化。随着年龄增长，手背上、手腕上的青筋越来越明显，越来越突出，有时候甚至隔着老远就能看见那几根清晰的线条蜿蜒在皮肤之下。很多女性朋友对这个特别敏感，觉得青筋暴起让手看起来苍老不好看，甚至有人会特意穿长袖来遮掩。但我要告诉你，在传统相学和中医的解读里，青筋暴起这件事远远没有你想象中那么负面。首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手部青筋的显现代表的是这个人的气血
一直在高强度的流动与运作。那些青筋是静脉血管，是你的气血运行的通道。一个从来没有认真劳动过，从来没有为他人付出过的人，他的手部气血是平静而缓慢，青筋自然就不明显。而那些几十年如一日的操持家务、撑起家业、为家人遮风挡雨的人，他们的手部气血长期在高负荷的状态下运转，青筋自然就会清晰地浮现出来。所以青筋是勤劳的印记，是付出的证明。从因果的层面，我想说得更深一点，在传统的因果观念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叫做代受，就是一个人主动替另一个人承担了本该由那个人承受的辛苦与劫难。做父母的为了孩子，替孩子挡下了多少本该落在孩子身上的困难与波折；做子女的为了父母，默默承受了多少本不属于自己的重担与操心。这种代受在因果法则里是会被记录下来的。每一次你的手为家人做了一件事，每一次你的手替家人扛下了一份重量，那个因果账本上就多了一笔阴德，而青筋就是这份阴德积累的外在显化。它记录的是你这半生为家人代受了多少，付出了多少，挡下了多少。所以那几根让你自卑的青筋，其实是你功德账本上最诚实的记录。它不是你人生的遗憾，它是你前半生最值得骄傲的勋章。说到这里，我想问问评论区的朋友，你的手上青筋明显吗？那些青筋的背后藏着的是你为家人做过的哪些事？请在评论区告诉我，说说你那双手的故事，让更多人看见一双操劳的手背后藏住了多少无声的爱。第二种特征，掌心后茧与粗糙的手茧。茧是皮肤在长期摩擦与压力下，为了保护自己而形成的一层加厚的保护层。每一块茧都有它的来历，洗碗洗出来的茧，种地种出来的茧，做针线活磨出来的茧，搬砖扛包压出来的茧。每一块茧的背后都是一段真实的人生故事，都是一份具体的爱与责任。在传统香学里，手掌厚实有茧的人有一个非常吉祥的象征，叫做厚德之手。厚德就是厚重的德行，手掌厚实的人在相学里主承担，能包容，能守住财富。你的掌心有多厚，你能承载的就有多重，你的茧有多深，你付出的就有多真。民间有一句古语叫做手心厚家底厚，这句话乍一听好像是在说财富，但往深处看，说的其实是一个人的德行厚度。一个手心厚实的人，他的生命底色是踏实、肯付出的、有担当的。这样的人走到哪里都是让人放心的，都是让人愿意把重要的事情托付给他的。而能够被人托付，本身就是最大的福报之一。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一个人的双手是他与外部世界互动最频繁的媒介。手的状态直接反映了一个人的生活方式与人生态度。那些手掌厚实、双手粗糙的人，往往是行动力最强的人，是最不怕吃苦的人，是最有能力把想法变成现实的人。而这种行动力与吃苦精神，恰恰是人生下半场能够持续积累福报的最重要的底层能力。更深一层的因果逻辑是这样的：你的手这半生做过的每一件事，付出的每一份力，其实都没有消失在宇宙的因果法则里。每一份真实的付出，都会以某种方式回到你身上。也许不是立刻，也许不是以你预期的方式，但它一定会回来。那些你以为白费了的力气，
那些你以为没有人看见的付出，老天爷全都看见，全都记录在案了，全都在等待一个时机，以福报的形式回馈给你。你手上的每一块茧，都是一张尚未兑现的福报支票，而兑现的时刻，往往就在你放下重担，开始享清福的那个晚年。第三种特征，手上的老年斑。老年斑恐怕是让中年朋友最难接受的一种变化了。那些深深浅浅的棕色斑点，一个一个的爬上手背，爬上指节，让人一看就知道岁月真的来了。很多人会去买各种淡斑的护手霜，去做各种祛斑的疗程，恨不得把那些斑点全部磨掉，让双手重新回到年轻时的模样。但我要告诉你，在传统香学和中医的智慧里，老年斑这件事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解读维度。在中医的观念里，手背上出现的色素沉淀与肝脏的排毒功能和脾胃的运化能力有关。一个人几十年来承受了大量的情绪压力、过度的操劳、饮食的不规律，这些压力与消耗都由肝脏默默代谢和承担了。老年斑的出现，是肝脏在告诉你，我替你扛了几十年，我很努力，但我也需要你开始善待我了。从这个角度看，老年斑不是惩罚，而是一份温柔的提醒。而在相学的层面，我更想从因果的角度来解读这件事。老年斑的出现，在时间上几乎是有规律，它集中出现在一个人人生最辛苦、最操劳的那段岁月结束之后，也就是孩子长大了，家业稳定了，人生最重的那个担子终于可以稍稍放下的时候，这个时间点在因果法则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节点。佛家有一个说法叫做业力清算，一个人前半生积累的因果，到了一定的时机就会开始清算与显现。那些你半生操劳种下的善因，那些你默默付出积累阴德，在这个时机就开始以各种方式回流到你的生命里。老年斑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个因果清算开始的信号。你的身体在告诉你，前半生的账已经翻篇了，接下来是老天爷开始为你结算福报的时候了。所以看待老年斑，不要用嫌弃的眼神，要用一种感恩而从容的心去接纳它，去理解它背后那个深刻的因果信号。而真正的转机，是接下来要讲的那个让所有人都感到振奋的讯息。当一个人到了晚年，心境渐渐平和之后，手如果开始发生一种特殊的变化，那就是福报正式开始结算，清福即将到来的最强烈信号。那种变化叫做手变温厚。一个人的手在经历了半生的操劳之后，如果开始变得温暖、柔软、有弹性，如果原本紧绷的青筋开始稍稍舒缓，如果原本粗糙的皮肤开始慢慢滋润，这不是偶然，这是身体在告诉你，你的心境已经开始从操劳模式切换到享福模式了。心放下了，手就软了，手软了，福就来了。这是老祖宗观察了几千年总结出来的因果规律，朴素而深刻。讲完了手上3种最常见的特征，以及他们背后那个震撼人心的因果真相，我相信此刻很多朋友心里已经有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受。那双你嫌弃了很多年的手，突然之间变得珍贵了。那几根青筋，那几块厚茧，那几个斑点，它们不再是你人生的遗憾，而是你半生最真实的见证。每一道痕迹背后都有一个你爱过的人，都有一件你扛过的事，都有一份你给出去的从来没有要求回报的爱。这双手值得被好好的善待。而现在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上一次认真的保养自己的手是什么时候？不是为了好看，不是为了让别人夸，而是纯粹因为这双手为你和家人付出了那么多，你觉得它值得被好好照顾，所以你去照顾它。我猜很多朋友想不起来了。我们这一代的中年人太习惯把所有的照顾给出去，给孩子，给伴侣，给父母，给工作，却忘记了把一点点的照顾留给自己。但今天我们要说的这3步实操心法，不只是在保养双手，更是在完成一件更重要的事，让你的双手从前半生的慈悲手，真正过渡到晚年的福报手，让你身上积累了半生的那份善因，以最饱满的姿态迎接老天爷为你准备的那份因果结算。第一步，学会接纳，给这双手一个郑重的道谢。这一步看起来像是一个心理动作，但它其实是整个改变的根基。因为在因果法则里，一个人对自己身体的态度，直接影响着能量在这个身体里的流动方式。你嫌弃自己的手，那双手的能量就是封闭的、收缩的、自我否定。这种能量场是无法吸引福报靠近。而当你开始真正的接纳并感谢这双手，那双手的能量就开始打开，开始流动，开始与周围的善能量产生共鸣。所以我想请你现在做一个动作，把双手摊开，放在膝盖上，低头看着他们，然后在心里或者轻声的对他们说一句话：谢谢你，谢谢你这半生为我和家人做的一切，谢谢你从来没有在最难的时候放弃，谢谢你用你的粗糙和厚简为我们挡下了那么多的风雨。这句话说完之后，你心里会有一种奇妙的感觉，那是一种松动，一种久久积压在胸口的某个东西悄悄地化开了一角的感觉，那就是自我接纳的能量开始流动了。从今天起，每次看到自己的手，不要再皱眉头，要在心里轻轻地说一声：这是我的慈悲手，这是我半生功德的见证。这个小小的心念转换，会在潜移默化之中改变你对自己整个生命的诠释方式。而一个人对自己生命的诠释方式，决定了他晚年能够接住多大的福报。评论区的朋友，如果你此刻愿意对自己这双手说一声谢谢，请在评论区打出2个字：谢谢。让我看看我们频道里有多少朋友今天愿意给这双操劳了半生的手一个迟来的郑重的道谢。第2步，好好保养双手，这是你对自己晚年福报最直接的投资。我说的保养，不是让你去买最贵的护手霜，不是让你去做昂贵的美容疗程。我说的保养，是一种对自己身体最朴素、最真诚的照顾。第一个动作，睡前护手。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挤出一点点护手霜或者普通的乳液，在双手上慢慢的按摩，不要急，就花3分钟，把手背、掌心、每一根手指、每一个指节都仔仔细细的按摩。在按摩的过程里，把注意力放在双手上，去感受掌心的温度，感受皮肤在滋润之后慢慢软化的触感。这3分钟是你送给自己这双手的一份礼物，也是你告诉自己的身体：我看见你了，我在照顾你，你值得被善待。从中医的角度，手部的按摩能够促进手三阴与手三阳经络的气血流通。手上有心经、心包经、肺经、大肠经、小肠经、三焦经6条重要的经络。通过每天的手部按摩，就是在疏通这6条经络，让气血在全身更加顺畅的运行。气血顺了，5脏6腑的功能就更协调，整个人的精气神就更饱满，面色就更红润，睡眠就更深沉，晚年的健康基础就更加稳固。
第二个动作，护好手的温度。手凉说明气血末梢循环不足，说明阳气不够温煦四肢。中年以后要特别注意手部的保暖。冬天外出戴手套，不要用太凉的水洗手、洗碗，洗菜尽量用温水。这些小事做起来不麻烦，但长期坚持，对保护手部的气血循环、维护肾阳的温煦功能都有非常实际的帮助。手暖了，心就软了；心软了，福就尽了。这不是比喻，这是中医阳气理论与因果能量学交汇出来的朴素真理。第三步，修一颗给予而不执著的心，让双手从慈悲手进化为福报手。这最后一步是今天三步心法里面最深也是最根本的一步。我们前面说到，一个人到了晚年心境平和之后，手如果开始变得温厚柔软，是福报开始结算的信号。但这个心境平和到底是什么意思？它不是叫你对什么都无所谓，不是叫你停止付出，不是叫你冷漠的置身事外。他说的是一种更高境界的给予方式，给予但不执着于结果。我们很多人前半生的付出其实是带着执着。我为孩子做了这么多，孩子应该孝顺；我为伴侣付出了这么多，伴侣应该感激；我为家庭牺牲了这么多，家人应该珍惜。当这些应该得不到回应的时候，委屈就来了，怨气就来了，那双手就更加紧绷，青筋就更加暴起，整个人的气场就更加沉重。这种带执着的付出，从因果的角度来说是不够纯粹的善因，它的回报也因此打了折扣。真正能够结算出最丰厚福报的善因，是那种纯粹的不计回报的给予之后就放手爱，给出去的就让它流走，不追讨计算，等待对方的报答。这种给予在因果法则里是能量最高、回报最丰厚的一种善因积累方式。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练习这种给予而不执着的心态？很简单，下一次当你为家人做了一件事之后，不要在心里记账，不要等待一句谢谢，不要期待任何形式的回报，做完了放下，继续去做下一件让自己快乐的事，就这么简单。当你能够做到这一点，你会发现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你的手真的会开始变得不一样，原本紧握住的那种力道慢慢的松开了，原本习惯性紧绷的那种状态慢慢的舒展了，整双手开始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柔软与温润，那就是心放下了，那就是慈悲手正在进化成福报手。这个转变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但它一定会发生，因为心的转变永远是最真实的，永远是骗不了人的，也永远会诚实的映射在我们的身体上。好，今天的智慧我们走到了最后，让我们把今天所有听到的凝聚成最后一段话。那双粗糙的手，那几根抱起的青筋，那几块磨出来的厚茧，那几个悄悄爬上来的斑点，它们不是你人生的遗憾，它们是你半生最诚实的功德账本，是你替家人挡下的每一场劫难的铁证，是老天爷亲手为你盖下的阴德印章。你不欠任何人一双漂亮的手，你只欠自己一份迟来的感谢和一个从此善待自己的承诺。从今天起，好好照顾你的手，不是为了让它好看，而是因为它值得，因为那双手承载着你这一生最重要的爱，也将在你的晚年为你接住老天爷精心准备的那份丰厚的因果回报智慧的道路上。我们都是行路人，如果今天这一期的内容让你对自己这双操劳的手有了一份全新的敬重与心疼，
请你点一个赞，订阅国学进化论，打开小铃铛，让更多真正有温度、有深度的国学智慧，在你最需要的时刻准时出现在你面前。我们在智慧的顶峰等着与你相见。现在，请在评论区打出这4个字：慈悲有福，让这4个字成为我们今天共同许下的心愿。让我们一起从此善待这双为家人付出了半生的手，安安心心的等着老天爷为我们结算那一份早已积满的晚年大福报。